好，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领主放的位置不是很好，看不太清楚。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得出来是色孽，当然啦，我自己使用的。好的，这次使用的是领主是普通的色孽先驱，普通的领主。那带的法术我们稍微看一下，主要就是色孽的本家法术啦，强化单体的能力，然后或者是减缓对方的移动速度、近战防御，还有一个皮鞭，主要就是带这3个技能。皮鞭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打散队形，打散对方的那个阵型，让对方跌倒一次，我觉得效果还不错。不过那个时机还是不太会抓，就是打散过后，然后冲锋要立刻冲过来，那个我目前还是不是很会抓，要多多练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次摆了一个阵型啊，有点类似，怎么讲呢？算阶梯的那种感觉吧，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就对了。那这边队伍总共是5队，5队都是最基础的长矛兵，色孽掠夺者。那中间摆了一队价值比较昂贵的地狱之鞭，想当然尔应该是拿皮鞭的对不对？好的，那它就是能力值方面的话，都是比掠夺者更好一点。然后主要特别地方是带中毒，它是带毒伤的，所以比较不好处理啊。因为中毒嘛，这边看一下，中毒都减15%，减的能力有点多，所以不太好处理。那最旁边这边呢，放了2队的魔种，我们看一下色孽的魔种，它这边有稍微比较不一样，它是可以减对方近战防御以及减对方近战攻击，这样子让对战的时候我方优势会比较大。那魔种都是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这个永不挥散，这算是所有的魔种的标配啦。4个邪神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永不挥散。那每个魔种的能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太一样，像毁灭侧袭，这就是色孽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魔种长相都很丑我个人自己这么觉得它主要就是怪物步兵啊，重点就是用来斩杀对方的步兵线，可以快速的斩杀。不过你要围殴单体巨兽，其实也不是不行啊，坦白讲也是可以。毕竟我们看一下，它的武器威力是高达170哦，然后它是8个模组，所以我8个模组170同时打在身上，那个单体巨兽其实受到伤害也是很大，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行。然后最旁边这边2队是色孽地狱骑士，色孽最基础的步兵，但是不要小看它。第一个，它移动速度100，非常的可怕，然后加上它有铜盾35%的格挡几率，算不差。然后最后它是这边重点来了，板大加成，所以如果对方骑兵要跟他打，基本上都会被打惨。不过它非常可惜的地方是，它没有那个毁灭侧袭，这算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如果他这一队也有打毁灭侧袭的话，我会蛮喜欢用的。变成你要毁灭侧袭的话，你要出比较上位版本的。那我们看这边最可怕色孽的王牌单位之一啊，寻欢者，有看过我使用的就应该知道了。它非常的可怕，武器威力高达60，里面有44是破甲伤害，冲锋加成60，重点来了，它有毁灭侧袭，毁灭侧袭的时候冲锋加成是120哦，120的加成下去，然后加上它的数量是16只，这个如果是单体巨兽被围住，在冲锋加成再加上毁灭侧袭状况下，会打成重创，
非常快就会蒸发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队伍啊，这边掠夺者骑手飞斧，飞斧主要就是用来破甲啦。那这边破甲伤害高达21点，非常的不错，有50%以上。那它飞斧呢是放在，我记得好像是放左右两侧，对。然后正中间呢有长矛兵跟标枪各5队组成的。那标枪主要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具有反大能力的，那长矛兵也是反大。那重点来了，他们打步兵是什么呢？2只大象。在直播的时候刚好有看到观众在提大象，然后就想说那就试试看吧，打打看。我们看一下大象怎么使用。其实主要就是要在步兵群里面洗澡，然后你要不断的反复去拉扯会比较好，不要恋战，尽量去不断的拉扯，带出冲锋，然后把对方的兵冲散。因为兵只要跌倒的话，他们是没有输出的。那你只要反复去冲撞，对方步兵其实会很快就散。但是这个其实蛮需要操作的，尤其是如果出到2只的话，那个操作空间会非常需要操作的手术。我们看一下这边，主要是这一队是领主，领主他是金属系我挑的，那是毁灭龙流，然后护甲减36的诅咒型招式。然后还有闪耀长袍，护甲加72，等于说短时间套上去这一招的话，基本上它本身拥有80的护甲，再加上72，这样子100多的护甲，基本上没有人打得动啦，非常可怕。好的，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刚开始双方都没有那种炮兵，所以一刚开始的话就要做拉扯啊，对方已经先看到了我方这边的骑兵单位了，因为他有飞斧，我不敢太靠近。飞斧它很讨厌的地方是在于它的伤害其实蛮高的而且我记得它的数量30其实差不多中规中矩。这种攻骑兵来讲，30个模组算正常。比较特别的话就是像这种弓箭手这种兵种的话，其实模组都比较多。那这边循环者呢也要拉动了，因为色孽其实骑兵都基本上算是没有穿衣服在跟人家打架的，所以要尽可能的去绕对方，不要去被打倒。好，这边放了一个法术，我们看一下。好，模组3个人跌倒，但没什么问题。这种就是刚刚专心在拉动这4队骑兵的时候，突然来一发，这种其实有时候会有奇效，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像这样子，你白放一个法术。好的，对方空间不断的压缩。我这个循环者，其实我现在自己看影片，我觉得循环者的位置有点远。我们放慢速度，我们拉一下。循环者在这边，对方队伍在这边。我觉得当时我拉队伍拉的不是很漂亮。好，这边正面接弹了。好，接弹下去过后就是一个法术放下去。不过很可惜啊，我觉得这个法术放得很好，不应该放在那种队伍上。好，我们看一下。大象一个冲锋下去，直接撞掉25%的血量。然后这队再踩过来，他是踩过去，他没有做一个冲锋动作，其实真可惜。那我们这边又放了一个法术又放了一个毁灭龙流下去，算蛮痛的有打到不少东西。好，我们看一下对方后面飞斧兵没有操作好。直接被黏住我们看一下直接被4队黏着打。好，再见。这个3队而已，3队黏着打，这直接蒸发，不含扣的，没有周旋的余地。这个被黏住就是这副德行。那我们这边其实不要那么急着去找对方长矛兵的麻烦，
因为你太早去找对方长毛兵麻烦，你会浪费掉太多血量，还有你的一些那个输出时间。你打长毛兵一定是打得赢的，毕竟对方长毛兵不是都很强的。好，这边看一下哦，这边是背袭，不过很可惜是没有毁灭侧袭这个能力下去，所以打得没有到很快。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没有毁灭侧袭的状态。不过其实因为是打背打后面，所以其实伤害输出也是非常猛。好，打完立刻掉头哦，不要恋战了。虽然说这个血量是有机会回来的，但是我们主战场还是需要支援的。我们看一下，对方2只大象在那边扫荡，其实我方正面前排基本上所剩无几了，撑不了太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后方骑兵清扫稍微打退就好，你没有一定要把对方抓死，没有那么多时间了。那我们这边你看长毛兵要戳他，其实也戳不太动。对方的战象的血量，刚刚是有围着打，所以对方的领主血量比较不健康。这一队比较没有围着打，血量还算很 OK。我们这边要尽可能抓空档哦，这边抓到一个时机点，直接撞一下。那这边呢也是赶快抓。那我知道，想问我们的寻欢者跑哪边去了？那时候操作着，我已经忘记了，被对方的背斧兵这边被风筝了，然后这队白白在送血，然后我立刻把这队掉头拉过来，因为我知道我这跑到这么远的，如果再放任他回头路上他可能又会继续追，又会继续打我，我这样子其实非常不划算，所以我只能浪费这一队继续追，这算是一个重大失误。不过好消息是我不是2队都放掉，我至少有一队有操作回来，但是我觉得也算重大失误了。当时没有注意到我那个寻欢者被风筝。好，我们继续。当时已经就是操作不过来啦，因为我前面的那个领主也在跟对方的大象交战，我在这边其实我是在卖血了，因为我知道我打他我一定打不赢啊。但是我还是要不断的消他血啊！对方的后排我还没有全部解读完。其实主要是2队寻欢者被骗走。我们这边放慢速度，我再讲一下。像有些人就会这样子用那个近战规避去风筝对方的兵。如果你像这种状况下风筝到对方非常昂贵兵种，恭喜你，你大赚。你看我少了2队寻欢者当主力输出。导致我前排基本上算是全面崩溃，而且我魔种也没了，我前排基本上算是都没有了。对方2只大象其实虽然说不是很健康，但是其实还算是蛮有作战本钱的。如果我那2队寻欢者没有被骗走出去的话，其实我应该会可以做到更多事，而且加上那队寻欢者为了追他，血量也消耗掉超过50%，真的是非常的亏损非常多。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这边来讲的话，我领主现在是持续在卖血啊。虽然说我知道打不赢，但是我还是要撞，因为对方的单位基本上都血量都还算蛮健康，而且数量蛮多的。好了，我方骑兵终于把对方后面的单位解决掉，开始可以做夹击动作。其实应该早就要冲过来夹了。2队主力被骗走，真的是重大失误，我的操作的严重的重大失误。然后最后其实夹上来，对方这边步兵线崩盘，基本上只剩下2队大象，士气也撑不住了。理论上来讲，我应该要打得更快，至少应该要在魔种消失之前，我应该就要开始做包夹的动作。但是重大失误，寻欢者被骗走。然后还有一队被骗掉大概1半的血量。那好消息是中途我有发现，所以拉了一队回来，这勉强算好消息。如果2队都被骗走，傻傻的没注意到的话，这一场的胜负还真不好讲。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啊。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